好，我是静姐。哎，你说这些核桃仁儿吧，都买了多长时间了？这么好的核桃仁儿，我在冰箱里边愣是给它搁了1年多。因为呢，静姐不爱吃这些东西。虽然说这核桃仁吃了补脑，你说就咱这没脑子的，还不愿意吃这东西，其实补一补挺好的。看这个核桃仁呢，买的时候它已经是包好的了。我觉得呢，妈妈的这些习惯吧，真的都会遗传给孩子。我不爱吃这些东西，我儿子也不爱吃。你就是给他这个核桃，除非你硬塞到他的嘴里，他防不住了，也就嚼着吃了。只要是你给他放到那儿，让他说自己捏着这些东西去吃，他指定不吃。我现在越来越发现，我儿子的各个方面都基本上都特别的像我。那个孩子就是这个嘴巴一点都不馋，不像那田师傅。你给他家里边搁点啥，人家也能吃了。不过怎么说呢，人家能吃也是一种福气。这跟你们一说着说着我就说多了。行了，不说了。今天呢，我就准备用这些核桃仁儿，然后来做一道我们早上喝着对胃特别好的东西。今天呢，先给大家卖个关子，看看在我做的过程中，你们知不知道我今天是要干啥？怎么冷不丁的用核桃仁儿来当材料了？今天呢就多弄点这个核桃仁儿，然后再来点花生，再来点芝麻，开火，然后把核桃仁儿倒在锅里。这个核桃仁儿呢倒在锅里，我们先用小火慢慢的给它炒至熟了以后就可以了。炒的时候呢，必须得是用小火炒，而且呢，我们手中的铲子也不能停，必须得一个劲儿的不停的翻炒。现在呢，核桃仁已经炒好了，然后我们先给它倒在一个碗里备用。看看炒完的核桃仁的颜色多漂亮，然后再把准备好的花生倒在锅里。还是第一次，里边油也没放，然后来炒花生。所以说呢，炒花生和炒刚才那个核桃仁就是特别考验我们耐心的一个过程。花生已经炒成这个样子了，然后倒入碗中晾凉备用。最后来炒芝麻，芝麻呢更不能炒的厉害，就是我们在不停的给它翻动，炒至表面发黄就可以了。如果家里边有黑芝麻的话，大家也可以放一些黑芝麻。芝麻炒好以后，然后我们倒在碗中晾凉备用。现在我们的3样宝贝已经全部准备好，先让它稍微的晾一会儿，温度下来以后，我们开始操作。这会儿呢，这个核桃仁已经晾凉了，把这个炒好的核桃仁给它装到一个袋子里边，就这样给它碾碎了。炒好的这个核桃仁呢，它本身就是发脆的，所以说我们在用擀面杖捶打它的时候，其实特别容易就能捶打烂。其实用这个方法特别的好弄，而且还没有那么费劲。然后把敲打好的核桃仁我们倒在一个碗里。它这个核桃碎就叫我打成这个样子了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处理一下花生，先把它这个皮儿给它剥。弄这个花生的时候呢，有点费劲，不过我们一定要有耐心。花生皮儿去掉以后呢，我们用同样敲打核桃仁的那种方法，然后敲打一下这个花生碎，还给它倒在这个袋子里边。继续用擀面杖捶打，这个方法真的超级好用。然后把敲打好的花生碎倒在碗里备用。这个能捣的碎一点，尽量碎一点。不过呢，我觉得因为有这个颗粒，可能吃到嘴里的时候香味会更浓。现在呢，就轮到我们的芝麻上场了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芝麻倒在袋子里，
然后我们用擀面杖不停的给它碾压。在用擀面杖碾这个芝麻的时候，哇，这个香味真的是太香了。再把碾好的芝麻倒在碗里备用。看这个芝麻碾的有多碎。再挖上一碗白面，我们再给它炒一下白面。我现在呢已经做到这一步了，你们猜出来我要干嘛了没？猜出来吗？我估计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人已经猜出来，知道我今天要干啥了。把这个面粉先倒在锅里，然后用小火慢炒，慢慢炒至发黄。这可是慢工出细活的工作呀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有耐心。现在这个面粉呢已经稍微发黄了，然后呢，我们找一个不锈钢盆给它倒在里边晾一下。好了，今天我们所有准备的食材都准备好了，马上就可以开做了。都看到这儿了，我估计已经有好多粉丝朋友们猜出来了。其实我今天要做的呢就是油茶。炒好的面粉呢，我们还需要再过滤一下，这样呢做出来的油茶口感会更细腻一些。如果少了这一步的话也不行，因为它里边本身炒完以后，它会有那个面团炒到了一起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不给它过滤的话，直接放到里边，肯定你在喝的时候会有这个面粉的干泡，喝到嘴里口感不是特别好。现在呢，面粉也已经过滤完了，可以正式开始来炒这个油茶了。其实这就是最后一步了，炒油茶也特别的关键。好了，大家来看我怎么做吧。首先呢，我们在锅里边倒上一些油，锅里边放上一些花椒粒。炸这个花椒粒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用小火慢炸，把这个花椒的香味慢慢的全部给它炸到这个油里边，然后我们再去炒油茶。这样呢，炒出来的这个油茶的味道会特别的香。等到花椒炸出香味以后，然后我们用罩篱把这个花椒粒全部捞出来。这会儿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面给它倒进来了，炒油茶，然后把这些我们弄好的花生碎、芝麻碎，还有这个核桃碎，全部都倒在锅里，准备炒。你们有没有见过炒油茶就是这么炒的？有多少人是知道油茶好喝，但是不知道是这样做出来的？炒油茶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给它小火慢炒。到了最后一步了，再放上一些糖或者盐就可以了。我呢最终决定还是要放一些白糖吧，因为过几天我儿子就回来了，回来以后那孩子还是比较喜欢喝甜口的东西，所以说我就不准备放盐了。大家如果有喜欢放盐的，可以在里边加上一些盐。这会儿呢，油茶已经炒好了，油茶已经炒好了。这次呢，每天早上有喝的了。其实这个油茶做好了以后，其实它要比我们从外边买的那些豆浆还要好喝。真材实料不说，零添加剂，这也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。炒了这么多，看我今天自个儿炒的这个油茶，特别的香。看静姐今天为自己炒了一个这个油茶，第一次炒啊，我觉得做的特别的成功。我为了早上以后不用做饭，然后把这个冲上一碗就可以喝，它又可以抗饿，而且营养价值又高。所以说呢，如果有想喝的朋友们，大家可以在家里边自己做起来。